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风声好文哦。那今天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今天的题目是“爱神的箭射向谁”。好，这是一个我觉得蛮奇幻的一个题目，比较梦幻的题目。没关系，我们一样来看看故事线怎么发展。好，这是今天的3张牌。如果等一下近看的时候你想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哦。来，第一张是圣杯6。好，第二张是圣杯4。好，第三张是金币4。好，那我想你们都很会选了哈，只要目光很难移开其中一张，那表示控制很强，就选它吧。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爱神的箭射向谁？我们来捕捉一下，看看，应该是会捕捉到比较远的人了。好，来，我们来看看比较远的人在哪，从哪里来哈。来，一样，我们先抽5张来看一下整个方向感哈。来，第一，好，第2，第3，第4，第5。哦，酷哦。好，先从这几张来看哈。若以权杖5来说的话，这个人哈还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推挤着人，推挤着人慢慢的来，然后推挤着人的时候会难免受到一些伤痕，然后慢慢的往你这边走来哈。该怎么说？这是一个比较抽象、比较故事性的形容，但是以具体来说的话，就是说他现在正在某个离你比较远的地方正在奋斗。那他那个事情突破了之后呢，他应该会从那一个位置成长之后，然后在一个新的晋级、新的要升转换，然后来到了你这一区。哦，那这一条路径是他设定好的，他设定好了1、2、3是 A、B、C、D，那他现在可能在 B 段、C 段，他要再往 D 的地方去哈。总之，这是他的阶段性的挑战，他现在在那边奋斗、挣扎、生存吧。然后，我目前觉得应该是生活跟工作上都在考验着他，所以他来到你这边的时候，他已经是焕然一新了，然后有所成绩了哈。所以以这个今天来讲的话，这一条线牵得蛮远的啦，蛮远的。以时间来说还有点远，没关系，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遥远未来会出现的人的故事哈。他的人生目标是已经设定好，然后跟你蛮有关系的，跟你的工作、跟你的领域、跟你的方向蛮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再缩小、更细致一点。他可能未来要去的地方、城市位置，就是在你现在所待的那个地方。所以未来你们会在一种其他的方式遇见哈。但我没有一定觉得这是工作上的认识，我觉得这题比较接近空间上的认识，而且巧遇邂逅的性质也比较高。好，那你们底下有一个很特别的能量有牵引着啦，很早很早就牵引着，好像这2条故事线很早很早就有所关联，所以我目前直接出现的讯号是，其实你们2个有共同朋友，只是那一个共同朋友现在还不知道，就是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共同朋友是谁啦，未来才会知道。哦，然后这一个共同朋友似乎有一直成为你们2个联系的重要能量的连接点呢，就很像是你们2个能量连接到，然后打了一个结。那你你们的共同朋友那一个人是那一个结，所以是把你们2个拉着，无论你们怎么跑来跑去，2个都还是一直牵引着哈。
未来就会知道那个人是谁了。但是我确实是有觉得那一个力量中间牵引的是有另外一个人在帮你们做一个中继站啦，不然你们这条线一开始是不会牵在一起的。以另外一种话就是说，这算是一种缘分啦，那只是我们这一题捕捉的比较远1号牌的朋友，他除了现在在奋斗之外，他还在努力，他还在摸索自己的人生价值，然后他自己那边的能量一直在想尽办法的让他一阶的成长哦。不知道为什么给他的挑战还蛮多的，好，我目前看到的，然后对方也算蛮有野心、蛮有上进心的，他也会给自己找很多的挑战。他以为是他给他自己找的，可其实是他跟能量搭配，他希望自己一直不断的成长。他心中有一种价值是，当他自己越来越好，他就能够遇到更好的人在一起。他心中有一种这种价值，很特别。所以当他一笃定、确定了他喜欢谁，或是谁适合，他应该就不会放手。他算是蛮专心、蛮专情。因为他在工作上各方面跟目标上，我看得出来他的专心，他的专注，所以他的感情上目前看起来都是一种笔直的路径。好，所以在未来他看到你的时候，我相信他的那个专注度跟沉迷程度、迷恋程度应该会蛮高的。只是真可惜，这个人确实抓的比较远，时间真的还蛮远的。我脑袋出现一两年，没关系，我们就听听看故事好了。然后这个人他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觉得目前只觉得他会跟你蛮近的。那是不是会成为你的恋人或什么？我觉得以桃花和缘分来说，我目前只看到这条线是把它牵引着，慢慢来到你的身边这样。那会不会成为恋人？我觉得因为时间还太久了，我只能说这一条线很努力的牵引着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啦。好，那这一题1号牌的朋友可能不是近，当然就好好的，我们就当做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的故事听一下好了现在只有4张牌，我们看看后面说不定还有一些别的变化会改变我刚刚所发现的线索，也许有更多的细节。好，2了他现在的状况他处在一种对于感情是没有很渴望的。我觉得他现在事业心有点太强，他希望有一个无干扰的状态。他现在的状况是这样，他有一种无欲的状态，他只想要自己的目标跟什么。在某方面来说，我觉得他的心态上各方面都还算很年轻，因为他的精力还蛮旺盛的。他对于很多挑战跟突破很多事情都非常有兴趣。好了，反正他现在他在那个地方是冲刺型的。那我们捕捉到的线索，他现在是有跟你这边是有对齐，然后有往你这里来。不过还有一个可能是你们的那个共同朋友，也有可能他还没遇到我只能先觉得你们有一个淡淡的线先牵着啦我现在又开始觉得1-2年有点远，因为我发现如果我讲出1-2年之后，中间的变数到你们可能不会相遇，或是不会成为恋人。但是这个牵引的线又很扎实，所以我好像拉近一点，我觉得不会到那么久啦。不会到那么久，尤其死神牌在这边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转折点将会出现。不是在会超越我现在觉得的这一个比较有秩序的规律没关系，我们往下翻，期待一下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能量的转换了。来，我先对这5张翻一下牌我想要看力量牌好了，不要好了，我看死神牌。好，好，
他这一个哈，我开始觉得你们中间的联系有在缩小的状况。我觉得你们中间的那个共同朋友也是工作上的共同朋友，然后会因为某些工作项目把你们两个拉近，所以我觉得一两年有点抓得太远。因为我开始讲一两年的时候，有一些牌在躁动，就是好像比较近的牌，靠近你的牌，靠近他的牌，时间上靠你们牌有点在动，好像有点在转。然后后来翻出塔牌之后，我就大概会知道他现在所处的那个环境应该快到了他想要转换，有一个大转换，然后他甚至有搬家或是转换工作的一个新的念头，因为他有一个全新的感觉已经在他心底慢慢的浮现出来。难怪塔牌跟死神牌会在差不多的位置跑出来哈。这边在强化的一件事情是，他有一个整个现在的现实状况的要转换的一个契机点要出来了。等到他一转换之后，他就会连接到你们之间的那一个共同同事还是共同朋友，然后会有一个新的工作项目会把你们连接在一起。它不是一个朋友的邀约，哦，也符合我刚刚前面说的，他后来不是会转到进入你的工作领域或是你类似的工作范围里吗？跟后面也符合了哈。那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已经看到的是，你们一开始遇到彼此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情愫的。你们的两个人的情愫是在慢慢的相处之后，有一点点日久生情，加上慢慢理解对方这个人很契合自己。哦，从他的角度上是这样，所以你们没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有非常强烈的火花的状态。哦，我觉得也因为可能不是因为不是一个社交场合，它的概念比较像是要谈工作，所以很难从那里产生情愫了。那如果以这样子的节奏来说，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间，我再次讲，我觉得有缩短，它不会到一两年哈。我觉得半年到一年这个时间，可能目前看起来是比较保守的说法。保守的说法就是不一定那么短哈。来，但是可以期待一下哈，因为它的那个靠近你的能量的讯号有越来越清晰的感觉。哦，自从翻了这三张牌之后，细节就开始跑出来了。那我再对这个翻一下好了哈。金币3哈，我再翻一下，再补个2张来看。哦，好，那我确定他会有一个更高薪水的工作或什么的邀约，他要转换了，他会去找，他要突破，他要去升级，尤其物质上他要升级，所以应该是金钱上或什么，他会找到一个全新的工作或什么，薪水会更高，收获会更多，然后经过他深思熟虑之后，他才选的。所以这一件事情越来越清晰的状况下，应该他到了他要转换的那个边际，那个分歧点有点快到了。哦，那可以再期待一下，时间慢慢的在缩短了。哦，然后这边我比较确定一件事情是，他还没有转换这个工作前，你们的共同朋友那一件事情还不会先出现，他必须要先转换了一下他的现在的状况，就是换工作、换居住地之后，你们的共同朋友的那个角色才会出现。那一个共同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了，然后他还没认识就对了。哦，好，我再看一下。我对这一个牌有一些小小的意见跟感觉，因为它代表的是他往一个稳定扎实，对物质、金钱各方面事业有一个基本的企图心存在的牌，所以我在想，他往你这边走来的动能应该是这个了，对于事业上的，所以也变成造就说第一次遇见说他也对爱情也没什么期望，他也不会往那里想，所以即使他后来慢慢发现说他其实是喜欢你的，可是这一个节奏跟情愫出现的都是比较慢的，就对了。没办法，因为土能量在这里做了一个覆盖哈，有些东西没有那么快浮起来。好，我再来翻啊，哎，
以这三张牌来说的话，先说牌面草要传的一个新的讯息是，他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是他目前的热情各方面都一直在投入他的事业跟工作上，所以他爱情的敏感度很低哦。然后他也不太确定自己对于爱情的期待是什么。哦，目前在这个部分他放的比较淡，比较空，他甚至没想过。所以这里他要你理解一件事情是说，你们开始比较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人对于爱情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象，但是，好像有一个深层的东西还没被唤醒。我看你就是那一个要唤醒他的人了，因为他这边有一种不确定、未知、不安，没有出现的一种东西，一直在他那里。然后他那边其实火能量、爆发力、生命力，对未来的企图心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可是都跟爱情没有连接上。所以他这边有在说，未来当你们开始认识之后，其实你们好像也不会立刻发现就是这个人，或他发现就是你想在一起有那情愫，而是会在某一些相处之后，突然间的往上升，突然间的在某些娱乐、工作之余去喝酒或什么的时候，产生一些全新的情愫，才让你们彼此看到彼此不同的面貌，然后才知道自己对这个人有不同角度的欣赏，然后这个情愫才会慢慢的往上。所以我大概知道他说的一两年，我刚说这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两年，他可能不太说的不太是你们一两年后才见面。我觉得他说的是，即使见到面之后，要发展成交往到确定关系这段时间要花一两年，才会慢慢的浮出来。因为那个时间感是很明确的。那我一直在抓他是否有缩小的，其实他其实缩小的是你们相遇的距离了。那因为审判牌在这个位置出现他要讲的是一种感情能量、水星能量在比较遥远的目标跟梦想想象，有点像是许愿的概念的那一个位置的时候，他这边强调的是，他必须要一个关键事件的发生，让你们两个的关系往上升华之后，才有可能进入那个状况。那时间确实又拉得蛮长的，所以我觉得你们需要相处蛮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感受到那种爱情的情愫了。好，翻一下这里哈。该说是日久生情吗？我不觉得我觉得它是某一个爆点爆出来，你们两个的喜欢彼此的情愫出来。两张牌我来看一下，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好。我来看一下月亮牌的有没有更慎重的提示哈。这样他们差不多他说，有一个讯号跑掉了，让我仔细抓回来一下。反正他这里好像是说，这个人感情上的某些事情某些想法或是对爱情的期待他好像从一开始就把它弄得比较空，比较没那么敏感。他好像觉得那个不重要，但是你在跟他生活相处慢慢的时候，他才会有点开始累积出他知道说，原来人跟人的相处里面会有一些小幸福是走向爱情的。他会开始有些舍不得珍惜，跟比较想看到你的情愫会慢慢出来。可是他很难把它诠释成那是爱情的想象，他比较会认为这是生活中你很重要，就这样。那不过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够找到这其中的道理啦。在他的角度，这个道理的意思是说，他才会慢慢的发现，原来这个感觉跟他对其他人不太一样，他才会发现这一件事情比较特别。我不能说他这一个人之前没有谈过恋爱或什么，而是他这一次会比较真切的从一些比较务实跟密集的相处之后，发现他对眼前的这个人有特别的感觉。那这一个真相要花一段时间他才会发现。那确实是会在一些工作之余，其他的环境里不太谈工作，比较放松、喝酒或出去玩的时候产生的那一个情愫，他才发现自己用这个角度看你的时候，你在他眼前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要在后面才会出现。
好，我们再翻一下哈。哎，哦，哦，我想一下，嗯，一4，为什么这边有开始讲一些为什么你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其实除了对方对于感情是比较封锁的，或是没有特别去觉得要去交往或什么，他不会，他做很多事情都不会往那里想的这个状况，让你们两个会比较慢发现彼此的心意之外，其实你这边也有类似的状况。你这边类似的状况是你心里有一部分是封闭起来的，而且也就是说，他比较能够感受到爱情的那一条线，那一个能量，其实在你这边是被关起来的，所以他有一些仅存的他能够接受到的恋爱讯息，在你这边是没有出去的。哦，在你这边是没有出去的。那后来你们会有感觉到对彼此的喜欢，都是因为我刚刚讲在生活中累积很多不一样的小细节之后，才意识到对方的特别。那这些东西的累积，它确实要累积到一个饱和点，饱和到让你们彼此有意识到说，为什么你们对彼此的在意会比其他同事或是普通朋友还要更多。然后他也会从你们平常的很多频繁的交谈之中，发现对方才是真正了解自己的人。那因为他用钱币10来定义的话，表示他必须要走到蛮后面的才会有这个感觉，他不会在中途或什么就出现这个感觉。那我必须说，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即使你是非常期待爱情的，精神面非常敏感的，非常打开的，可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这一份感觉也会被收起来。主要是因为这一个人，他散发出来的是一种无欲的感觉，他对感情是没有的，所以你在他身上并没有寄放出这种新的渴望。但那一个其他的事件，譬如说我刚刚跟你说一起出去玩或什么，让你们接近的这个事件，一定要发生之后，才能够突破这个疆界，才会发现其实你们锁在心里的那一个世界，其实是没有上锁的，只是意识形态看起来是锁起来的，可是其实没有上锁的，是很容易轻易打开的。而它那个部分是本来就是空的，所以当感情的情愫出来的时候，它就会立刻被一点一点的填满，它就会开始发现不一样。好，这是你们两个的相处状况。那确实，这个发展确实要1年2年的时间才会转换成这样。但是中间有讲说，你们的交流互动其实是蛮高度频繁的，所以我把它框限在应该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场合。然后你们从工作场合里面有2种关系，就是同事跟好朋友，会这样子慢慢的成长下去哈。那也算符合日久生情啊，但是我再次提醒，我觉得它不是慢慢累积成一个感情，我是觉得他在某一个地方有人把那个开关打开，然后爆出来的情绪哈。来，这几张我看一下，这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要翻的。那我先翻2张来看一下其他的东西。是，对，这边其实因为我想知道说为什么爬升的这么慢哦，就是你们情感发生的这么慢。可是这边也在告诉我说，主要还是因为有一方是完全没有在意感情这件事情的。那这一张牌哈，骑士牌说，这份感情的突破点就是要从生活中的小细节慢慢的跑出来了。哦，你们的相处要从生活中小细节慢慢的跑出来，它不太像累积的，它真的比较像是某一个点突然开窍了你们感情的大门。哦，所以很难捕捉，但是他这边讲会发生，只是很难捕捉，它是一个非常 随机的哦。不过这边有一个方法，这边有看到一个方法，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们2个人在相处的时候都有一个情感的封闭状态，是我觉得是你被他感染的。
你会在你发现自己对他有感觉之前，你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已经把自己的情感在跟他相处时是封闭状态。这个怎么解释？就是你觉得他不会是你未来在一起的人啦，很早就预设起来了，所以在他面前不会展现出爱情这个部分。可是他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小出口是说，如果你这一年或什么，你非常渴望有人交往或有爱情什么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讯息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然后为什么要释放出来？因为对方或是这个人，他会慢慢感觉到说，这件事情好像有这么重要吗？或是他会把它转换成说，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因为你觉得很重要，所以在他的世界里，在他的眼睛的视力的世界里，他会发现说这是一个亮点，所以他会开始有感觉，所以他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方式，在他心里把这一个锁打开，会有这一个方式啦，它真的比较像是意志去显化某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种事情是比较潜移默化的，旁敲侧击的让一个人本来没有的意念在他脑子里产生出来。那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来，我再看一下。好，目前这状况还可以哈。我们来翻一些你们两个的连接的部分哈，就是为什么要大老远连接到这个人？应该有什么特别的任务或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才会需要连接到这个人？我们来翻一下目标啊，目的是什么？来看一下，我来翻这张牌。因为我要翻一些比较深的东西，我们来用黑色的牌。战争牌又出了哈。我要问比较前期的事情，战争牌跟月亮牌又出了，感觉好像没有问到，因为它重复出了哈。我等一下再看一下。我先结束这。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他即使往你这边走来，是他的人生规划往你这边走来，可是他并不是为了你来，或是为了找爱情而来，所以他往你这个方向走来的时候，他其实带着一种对未知的世界的一种探索。那你们彼此就像我刚讲，你彼此其实有一个人牵动你们两个的认识嘛，到后来他才会知道，他才会被这个人牵。可是即使你们两个成为同事或是很近的时候，工作环境很接近的时候，或是常常遇见的时候，其实刚刚讲到这边，你会发现一件事，其实好像这个人会到你的工作环境工作。刚刚我漏了特别要提示这件事，可其实已经是往那里走，所以他其实是会往你的工作范围里面走，他好像不是一个合作关系然后他会被那一个你们的共同朋友牵引来嘛，直到那个时候，他才会开始比较有感觉说，好像他来到这里并不是一种莫名其妙来的，而是被牵引来的，也不是他选好来这里的。他慢慢会发现，他以为他是选好要来往这里，其实不是，他是被很多直觉啊，或是其他的事情推到这个世界，到你这一个范围里来的。他慢慢会发现了，不太像我们刚前面说，他还在挣扎，他还在突破，然后决定一个大转换来这里。其实那些其他的事情让他有大转换，都是外力推他来到这里的，跟这里是符合的。所以以白话来说，你们的相遇，除了你们有共同的朋友或同事遇见拉进来之外，你们的相遇比较像是有一种峰回路转的邂逅，转来转去突然遇到了，然后遇到了之后那个情愫也没出来，所以才慢慢的在转了几次才发现，在很多事情之后才发现彼此的在自己的眼睛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题你们的这个关系其实转了很多弯，才到达了有感觉这件事。那当你们一开始意识到彼此有感觉的时候，你们彼此眼前的这个人对你们来讲都是全新的，你们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对于这个人会想要重新认识，好像错过了很多事情，然后你们会有自己的全新的相处方式，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想要探索
对方其他我不认识的部分。但是我必须说，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是，你们本来应该就已经慢慢蛮熟的，才会进入到这个阶段。可是等到开始有感觉，确定对彼此有感觉的时候，你们两个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甚至会激发出内在一个一直很没有表达出来的人格，会在你们两个的世界会表现出来。这是在最初期的时候，很快就会有这个状态。可是很快你们就会适应，然后找到自己的模式，就会稳定下来，恢复成什么？恢复成很好的朋友的状态。只是有一点点小可惜是，你们保持在那种甜蜜期炙热的爱人、恋人的状态没有很久，你们两个很容易就回归到一些生活的细节里。你们喜欢稳定的、丰富的生活细节来相处，在爱情上是这样子。好，再还有2张。好，这边提醒一下哈，其实你们两个不算是性格上、背景上什么都是不算是同一类人。也就是说，不算是非常有共识的人，不算是非常契合的人，但是你们的相处有非常喜欢辩论、讨论很多事情，所以你们常常会有一些小别扭、小斗嘴，可是这都是你们浪漫的来源，而且也是你们相处的模式。你们的相处没有那么温和，你们在生活上很多小细节会有很多自己的意见，然后会做非常多的交换，在初期。会因为你们两个对彼此有新的爱情的感觉，所以可以维持下来这些比较复杂的讨论。可是未来到了比较平静的生活里面，这一种对于生活的小细节的讨论跟辩论，会变成是真正的辩论跟讨论，然后想要找到方法。在某方面来说，你们两个都是偏向于对于生活感是比较理智的，不太感情用事的。在生活里面，什么东西是对，什么是错，你们就是很确定，然后要坚持，然后要拿出来讲，要选到一个答案，这是两个的相处方式，这里已经看到了。所以，我不知道是好是坏啦，但是他这里有做一个保证是，其实你们两个在进入这个状况之前，两个已经非常熟了，所以无论你们后面再怎么辩论，再怎么有自己的意见，但你们两个也不太容易分开，因为你们的关系已经很紧密，已经绑在一起很久了。好，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题目是爱神，射向了是爱神的箭射向了谁？这是一个比较抽象、比较浪漫的题目，比较童话式或是迷幻梦幻式的题目。好，那所以抓的距离会比较远。好，希望给你一些未来的方向感。就这样哦。那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爱神的箭射向谁？爱神的箭射向谁？这比较没有白。好，来，这是今天的牌哈，我们一样抽出5张牌来看哈，然后再来看其他的连接。来，好，第1张，这张牌很特别，仔细看，这是愚人牌。好，第1张是愚人牌哈。如果是第1张是愚人牌，我想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疯狂的范围里了啦，一个全新的范围。也就是说，我先不翻其他牌，我先直接讲这个哈，可以代表说这一个人的出现哈，对你来讲，你的生活会有一个蛮大的改变，而且是你自愿的。它只是一个助力，它只是一阵风，它只是一个有点像是你在河流上被推着走，到湍流的角落转角被推着走的一个概念。所以它的出现，基本上在某方面，以这张牌直接的定义来说，我觉得是你能欣然接受的一个大的新的冒险。来，第2张，第2张是塔牌，都是大牌哈。来，其实这2张牌呼应了啦，只是他们所谓的改变的性质比较不太一样。那愚人牌的性质比较像是充满着前人的智慧，带了非常多的抱负、勇敢、未知。
一些新颖的创意、新颖的未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重新翻牌的一个机会。那它没有用任何事情跟你交换，它就是直接进入一个新的状态。那塔牌走的逆向一个就是说，他所谓的这一个新的改变、新的交换，这个人的出现，在某方面来说，你的价值观某方面是重新洗牌的、重新改变的，表示这个人的出现对你的影响力还蛮大的。记得，因为愚人牌出现了，表示这个改变是你欣然接受的下一步哦，没有人逼迫你的，只是在你心理上面的一个重建或是重来，影响力还蛮大的，可以期待一下。来，再来是第3章，好，我必须说，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心里的悸动是蛮强的啦。你心里的悸动是蛮强的，你很难抗拒他的出现，而且你会有一种比较强的个人的主动性，会想接近他。这件事情就很难抵挡，很难抵挡哈。因为我相信以这样子的顺序来说，这个人的出现对你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你的主动性还会被激起，你会为了他想改变。值不值得？我们等一下后面再看。可是我觉得算值得，因为一开始是用愚人牌来建构的话，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有需要警告意味的东西。如果有需要警告意味的东西，后面会出来。可是前面这个顺序，我就觉得似乎也不太像一种警告，而是一种可以顺着走的一个好机会，一个好的改变，一个好的人要出现了。这样，好，准备8。那这边开始有一些疑虑了啦。这边有一些疑虑了。他这边算，我觉得这个牌算是在你的精神最高级的位置。这个怎么说？就是说，当你突然开始要求你自己的时候，要求你自己的生命的自制力，不能说是理性，而是你对于你人生的，我有一个更白话的诠释啦。你心里有某些梦想，某些愿望是你觉得一辈子都不会达成的。但是这个梦想跟这个愿望带给你人生往前迈进的力量，它这个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它现在出现在这里，然后圣杯8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你内在会有一些对于爱情的想象，对于爱情的期待，跟这一个人出现的概念似乎有点抵触。也就是说，你可能原本期待自己不会这么的依赖一份爱情，或是为一份爱情改变。可是这一次这个人出现之后，你有这个动机跟想法的时候，你内在会有一些情感上的冲突会出现。那个时候就是你改变的契机。好，因为它会有所谓的要选或不选，要背离或不要，或是要投入20%，还是就投入全部到80%也可以。会有这个挣扎，但是这个挣扎跟各方面，就是我刚前面说的，你的很多价值观会有所改变，爱情观、价值观、看人的方式，或是原本你就开始质疑你自己原本看待的世界，你所相信的事实，在这个人出现之后，是不是你想相信的是错的？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你以前的是错还是对，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一段会有一个全新的挣扎跟思考，对你的人生成长蛮重要的。好，因为这一张牌出现的并不是带给你困扰，它是在让你明白这一次的重新思考对你人生后面还蛮重要的哦，你的决定也蛮重要的。那这一个人的出现是贵人还是不好的人，还是强迫你改变思维的人？不知道。但是我很相信愚人牌作为第一张牌出现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个全新的旅程，而且是好的。它会在经历各种不同的事件，然后让你一步一步的发现，原来你在不知不觉中成长成另外一个样子。好，我觉得它算正面的啦，只是整个讯息附近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错觉，会让你觉得好像是否失去自我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不要质疑这么多，你就当下舒服着过，坦然的过，诚实的过就可以了。来，那在你的内心最深处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比较相信踏实感，也就代表说前面这一个冲突跟你主动性的想要改变，为了这个人很黏这个人所出现带来的吸引力，其实跟你内在的这两张牌是有冲突的。一个是情感的选择，跟你所相信的爱情价值观这一件事情有冲突，就跟我刚刚讲的塔牌出现说会改变你一些价值观，然后你内在那一种对于生活、生命、自己独立性的一个扎实感，你本来很相信，可这个人出现之后，你发现你有点失衡了，有点脱轨了。
所以你开始会思考这一件事情。不过还是要再说回来一件事情，这一份思考跟这个挣扎，在你的人生中是难得出现的一个很高级的思维。你把它想清楚，或是你经历这一个思考，都会有所成长。我没有觉得他这一件事情是带来一个坏事，而是他重新或是再一次挑战你思考事情的能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提升你对于感受事情的细节的能力，或是帮你找到很多你思考事情的盲点，会在这一次出现。所以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这个人出现，他是比较偏向贵人的，因为有些人会带来一些麻烦跟烦恼，可是却会让我们成长，他也算是某种贵人。爱情上贵人，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你们两个契不契合。我比较多看到是你对于他的喜欢浓度很强，所以在你的视野上、讯息上，应该他算是不错的人啦。因为从这2张牌我可以看得出来，你对爱情的判断其实是蛮严格的、蛮要求的，所以你不会随意的就这么轻易的就喜欢一个人。你会在某些理智的判断上判断自己可不可以喜欢这个人，而不会只是看到外表或什么什么就特别喜欢。没有，你会很快就冷静下来，判断自己可不可以或是要不要喜欢这个人。你有这个内在讯息在，总是在影响你啦。如果你把它放大或是再看清楚，你会发现你内在有金币皇后这个能量在一直控制你对于情感的看法，跟你要怎么付出。来，这几张牌我选一张来做更细节的分析。用这个分。等一下，好。然后，我好像是选这个哈，没关系，选就翻。这边说一件事情说，你心底其实有非常明确的知道，这一个人所带来的爱情的能量跟爱情的模式，跟他的爱情语言，跟你原本期待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边又错了一次，然后你发现你自己的身体或是你的喜欢一直在驱使你往他靠近，可是你在某一种偏向理智的情绪，应该说过往的感情经验的直觉告诉你，节奏要放慢一点。但是对方那边又充满了一种你本来对爱情幸福的一种期待感，他身上又有，所以你很挣扎的觉得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很挣扎的觉得到底前面的是一个幻境，还是真的出现了一个好事在你前面出现，所以你心里有一种很不确定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在你的很多爱情观、价值观，刚刚说塔牌出现的那个能量都改变前，你会处在一种防备状态、保守的状态，是我先看久一点再说就好了。然后搭配着金币皇后的能量，我觉得这2张牌把你停住了。可是你内心的悸动跟直觉很强，觉得应该不会错，这个人还不错，他给我的感觉很多幸福感觉都是对的。只是有点让你警觉到说，似乎你改变的有点太快跟太多。在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只能说，即使我在从这里在翻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圣杯8已经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背离精神、情绪、直觉的牌了。然后又用圣杯5来再做一次诠释，它有一点点算是说，还有一些空间，你可以去试看看，不要一次否定，不要一次抗拒，不要拒绝的这么快。
好，在这个细节里，所以你的挣扎是必然出现的，在你。我觉得他这个挣扎跟这个感觉是在于你全心投入去喜欢这个人之前必然的这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去跟不去两边的能量算对等，只是因为塔牌的这个能量太强，塔牌配合着愚人牌的这一个大改变你的现状的能量太强，让你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不安，因为它带来的是一种突发性的冒险，全新的旅程。就有点像是突然有人在你晚上睡觉前跟你讲说，明天我们要去哪一个国家，然后是你从来没想过的那个国家，但是明天就要启动了，很多东西都已经办好了，你只要去就好了，而且你还有一种自己很想去，却又很害怕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好，整个简单的形容大概是这样，在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就有这个状况。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说。我觉得这一个整个故事线蛮浪漫的，基本上是蛮浪漫的，有点电影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算是惊悚片或黑色喜剧的概念，比较不一样。你可以体会一下。好，这一题情绪上算复杂啦，但是我目前还是相信这一个出现的人是好的人。来，我们再往下翻。为什么我觉得是好的人？再次重申，因为愚人牌的出现，让我觉得这份旅程是光明面居多的。来，再看后面的。好。把这个分开哈。那如果影视牌都出的话，这里的牌3张都在提醒你，如果这个人出现的时候，让你有这么疯狂悸动的迷恋或喜欢的时候，3张牌都在提醒你说慢下来。3张牌都有这个讯号，它好像是要让你，它有一个画面讯号我把它比喻成比较清楚的感觉，就有点像是你坐在一台车上，或是火车上。然后这个火车速度有点太快，你原本已经看到窗外的风景，你想看清楚，可是它一下就晃过了。然后你只留下了那一个看到那个东西的喜欢跟美好，可是你没看清楚仔细，它也许旁边有很多垃圾桶或什么的之类的，你没看得那么仔细，但只是那个美好被你看到了，然后你就记在脑海里。那这3张牌在讲说，你要慢下来看一下你自己。这边讲的是要看一下你自己哦，不是对方，因为隐士牌出现了，他希望你慢下来看一下你自己。我觉得这一个讯号跟前面的讯号是类似的，是相同方向的。他希望你在这一段时间决定要放手去喜欢这个人之前，慢下来看一下你自己。看什么？看一下这一件事情为何让你这么激动，为何让你这么冲动，为何让你这么向往。它的好在哪里？它的吸引力在哪里？它是否有危险？它是否有你的不安仍然伴随着？他希望你想一下，然后你会找到真相，你会找到答案。我觉得这几张牌的方向都是出于好意，而不是出于警告，不太一样哦。他出于好意的意思是，有可能怕你错过了这个美好的开端。你可能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考一下自己所向往的、渴望的爱情或未来是长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点。只有在这个时刻、这个瞬间，你很有机会能够感觉得很清晰、很仔细，然后能够想一次。当你认真投入了，或者在这件事之前，其实你对这个感觉是比较模糊的，是没有那么直觉的，比较没那么敏锐的，比较没那么层次的。可是这一次却变得比较敏感，你能感觉到其中的细节的时候，他希望你这一次好好的、深刻的想一下，
你为什么现在的心情是这么激动的，这么炙热的？好好感受一下。其实这个好意是这个，那你感受一下，你会发现自己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会更加的清晰。清晰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这么喜欢一个人，你能成为他的什么角色，或是他需要你什么，你有什么能被需要，你有什么能被爱，而你用什么方式去爱一个人。他要你看清楚的是这个东西，你看清楚之后，下一步你走的下一步会很明确的知道你踏在什么石头上面，踏在什么地面上面，而不是踏了落空了跌倒了像愚人牌一样才知道原来你是跌到一个地面上，而不是稳稳的踩上去。他希望你能够很明确知道你在往什么方向走。这边讲的都这里3张牌讲的同样一件事情。那这3张牌确实是出于一片好意，而不是警告，好吗？好，然后其中这一个慢下来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智慧，这个慢下来是这个时刻非常需要存在的一个智慧的行动。当你慢下来，你会发现有很多感受跟眼前的世界会有所不同。那塔牌所要带给你的改变，你为何会欣然接受？你为何会向往？因为你看清楚了才走进去的，而不是不知不觉的，或是被一种迷恋或是向往所驱使，随意的走进去，随意的改变。好，听清楚，这里是有差别的。来，我再翻一下哈。好，这3张它会往比较理智的方式走，这里是从一种比较智慧、感性的方式走。好，对于你要去走的目标是一种比较许愿式的向往，好，一种诠释那一种比较情感上的、精神面的。这里他走的是全然的理智的方面，所以呢，我仔细看一下哈，这里有第一个讯号是，他希望你在被这一个新来的人的心里迷住的时候，请你把自己的另外一双眼睛交给朋友去看，交给朋友去观察，不是要去找到一些事情让你警告，而是让你的朋友去观察你眼前的好跟他们眼前的好是否是印证的，你是否看错了，或是你是否美化了。这里有在提醒你，希望你能够理解你的朋友在这个时候的重要性。另外，如果你心底有一个全然新的火焰，跟你之前不太一样，也就是说，你原本的生命力跟你遇到这个人之后产生的一个生命力是不同东西的时候，那你要去思考一下，你是否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个性跟新的人格，只为了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警告。因为前面有很多的改变的讯号要出现，但是它这个改变的方向是希望你是用你原本的样子去做一个进化跟改变跟进阶，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人格，或是跟他相处的时候才有这个新的个性的改变。好，他不希望你划分成2种世界，你应该用原本的样子去做一个进阶，而不是只是创作出一个自己的分身去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也算是一种改变，可是性质上不一样。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是，跟这一个人相处，或是跟一个让你有一种炙热的感觉、很澎湃的爱情的感觉、向往爱情的感觉，在你内心出来的时候，请记得，感情这一件事情是要慢慢耕耘才会有收获。太快太急的快乐跟幸福，在你这一题可能不太踏实。这里在讲这个，好，所以他也呼应了前面说的慢下来才会看到真相一样的道理。所以他这里感性跟理性都做了这个提醒，慢下来，慢慢看，
慢慢耕耘的收获，才是你想要的踏实的感觉。那我们这边做一个小结，就是这个人的出现确实会让你有一点点失去秩序，但不是坏事，因为这里所说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视自己的机会。你会看清楚自己的原本的价值观、生活观、世界观、爱情观的样子，然后会做出一个比较健康、跟节奏比较慢的一种改变，跟一种理解，然后这个开窍的节奏也会慢慢的开窍。那这些东西顺了、慢了，你找到方法了，你才会知道你怎么去全然的喜欢这一个人。哦，今天这一题第2号牌的这一题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很少讲到这一个人，只讲到这个人对你的影响。好，等一下我再翻看看有没有。那如果他会这样讲，表示说你遇到这个人，在你的人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哪里重要？刚刚都说了哈，一个检视自己的存在感跟价值的一个重要的时刻。那你会不会检视完了之后就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或是放弃跟这个人，或是抗拒跟人在一起？那个都已经是之后的事了。可是他的出现，他的性格、气质、个人表达、价值观各方面对你的吸引力来说，已经有重大的影响。那这个影响你需要重视一下。牌面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来看一下你们的连结，看看，也顺便看看有没有办法看出一些他这个人的讯号。这个好，这一题我觉得很难，很复杂，但还好我刚好遇到这一题的时候，有比较能够诠释的词汇，比较符合我的语言模组，所以我觉得我诠释的蛮仔细的。如果你觉得听得不够清楚，可以重复听。那如果你听不懂，或是觉得太难，你就把它推掉，不要把它听。你可以忽略，没有关系，听到你听得懂的就好了，或是你能接受的就好了。好，好，先这2张。先讲后面一下哈。你们其实性格上相处起来是很合适的，然后你们相处起来能够保持恋爱感，然后又能够保持自己个人的独立性，这是后面相处起来这边有讯号。你们很会给彼此个人的空间，你们不是会黏腻在一起的那一种情侣。如果我必须说，这个里讲的不是一定会在一起，而是说如果在一起的情况。那你们刚开始在一起初期才会有一个热恋的感觉，彼此都有，对应都会有，但是时间很短，只有在初期，然后很快的就会回到比较生活理智的状态。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属于这种人，对于生活的细致度的幸福跟小细节才是你们浪漫的来源。然后呢，愚人牌又出现了，他确实在讲一件事情是，你们的相遇，其中有人会有一个大改变。那这张牌又在讲一个东西是，不一定只有你的改变，连对方都会有一种深层的改变，但是它不会外显，它会藏在比较里面。然后他也会有他对于爱情的价值观的新的改变。他原来带着一个他的爱情价值观来遇到你，然后改变了你。可是他遇到了你的反应之后，反而也会影响他对于爱情的一个模式的样子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因为2张愚人牌出现了，我觉得这一个相遇不只是你的新的旅程，也是他的啦。只是以目前捕捉到的，只能看到他对你的影响力，你对他的影响力这一题目前是没有看到。但因为2张愚人牌出现了，我只能说以能量的平衡状态来说，我觉得他对你的影响力有多大，你对他后面的影响力的后坐力也会有多大。我觉得它是一个弹射状态，它是一个分配好的均衡状态。
只是那个他的改变跟他的想法要在后面才会浮现出来。然后我觉得他会趋近于改变成适合你们两个人的爱情价值观，或是你们两个的相处会塑造出一种互相学习出来的一种新的爱情价值观，但有可能会狭隘到只符合你们两个，而不符合未来跟任何人的方式。它就不是一个比较广，在你的世界不是比较广义的爱情观，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爱情观而已。那看一下，好，你们，你们是两个，我觉得这里其实只是在重复讲前面的了。你们两个人的出现，你们是你们人生中一个用来去激发你们改变的角色。只能这么说，从一开始就在讲了，这边也在讲，你们的相遇就会发现自己人生的新的分水岭出现，然后到未来彼此有所成长之后，又会互相激励对方，或是影响对方，需要在人生中适时的做出再一次新的改变。你们人相处下来会一直这样，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每次都在进步的改变，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你们两个相处之后会慢慢的一直在调整彼此生活上、人格上或价值观的改变，所以你们两个相处在一起会一直互相影响啦，会一直互相影响。我一直觉得这一组，因为刚前面也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会一直保有自己个人的空间跟自由的空间，所以你们两个并不会变成两个人加起来是一体的，你们两个会一直互相的影响对方，自己的成长会影响对方，对方的成长会互相影响你，就跟刚前面讲的，对你的影响很大，所以两个会有一种一直在改变的感觉，有点像是两个变形虫在一起，然后一直在互相影响，一直在互相染色，一直在互相变色。但这只局限于你们两个人相处的空间跟状态才有的，这就是我刚说的一种狭隘的两个人的不太一样哈。我只能说这是你们两个后来相处上的一个特色了。那在细节后面就不说了，只能说这开头就是这样。主要还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个人独立性其实还蛮强的，就像这里才刚遇到这个人，内在有所谓的改变，你内在的很多牌就出来喊了，把你拉住，表示他们要维持你个人的独立性，而不能去依附在另外一个人。前面其实就已经有在诠释了，然后后面讲，其实两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人。好，那这个就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那OK， 这个蛮难的哈，但我尽量解释了哈。那未来新的东西就先讲一点点哈，比较在乎的是你个人的这个关键点的一种自我检视。好，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来，接下来是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爱情的箭射向谁？爱情的箭射向谁？哈，来，我们来看一下，一样选5张牌来帮你看一下哈。来5张，我们来慢慢抽哈。第1张，宝剑6，宝剑6，再来，好，金币国王哈，好，第3。宝剑骑士很特别哦，在这个位置出来。来，我先讲这3张。如果以宝剑6开始的话，我觉得，今天这题哈，它的方向性比较特别，它很像是你们两个现在好像在同一艘非常大的渡轮上，然后往同一个方向走，但是你们在这个渡轮上其实是不认识的。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比较图像思考的来形容，但它其实在讲的是说，你们两个现在算是都有在往同一个目的地跟方向往前行，不管是梦想还是未来生活的安定或什么，反正你们两个现在走的方向是一致的，然后是平行的往前走，但你们还没有
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啦，这是你们两个能量的诠释哈。那所以从这里往下看的话，就是要看那个交集点在何时出现，交集点在何时出现。那目前是这3张牌并没有很明确的交集点，只是说，我觉得比较像是说你们还在搏斗啦，还在生活，还在专注着生活上的搏斗。我觉得你们心里连爱情的期待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渴望哦。选到3号牌的朋友比较多的，比较像是说我的生活也很重要，爱情有还不错，但也没有特别要去追求，有也蛮好的。那有吗？好奇一下我自己有没有？但其实心里的那一个很强的渴望没有那么大。我等一下再往翻那个方，可是这里看起来是淡的。好，那不过也是安全的啦，因为金币国王在这里的话，目前你走的路、你走的方法、你选的生活方式各种它也是都是现在看起来是最安全、最稳定的。一直往下走是没错，它这边的讯号是一直在慢慢往下走，你们两个会有一个交界点会遇到。然后只是宝剑骑士在这边讲的，更多的是你很多的热情，你很多的专注力，都在于生活的调整、生活的平衡、人际关系的平衡，或是你的事业上啊、金钱上的一种追求。爱情的东西，你没有完全放弃，但没有也有也不错，没有也还好，差不多是这个状态。好，来，我们再往下看。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来看牌的时候，他们对爱情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他会出现一种比较极度浪漫的、绝对浪漫的领域去思考爱情。那选到这一组牌的人，可能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这个部分你们先放淡哦。那因为钱币1也出来了嘛，钱币1、钱币国王，你们对于生活的那一个稳定、小细节、舒适感、疗愈的感觉，对于你们水能量的那个浪漫感更重要。当然，心中也会有点默默期待爱情何时出现什么的，可是它不是你们在专注追逐的那个方向。有些人会专注追逐这个方向，让他们去很多场所去制造很多见面的机会，然后或是遇到新朋友，就会跟他的朋友聊起新的朋友，然后开始对周遭任何新的朋友都会开始产生一种兴趣跟一种是否有机会的一种思维。但你们这里就没有，你们就比较自我，有没有放的比较淡。目前看起来，你看就不是土啊风的，水火都没有出现，表示这部分的平静感、安稳感很足够，也代表你们两个现在是平行的往前走到一个方向的逻辑也算符合啦。因为你们中间其实我没有看到有一个很强的连接线，现在没有，但至少维持着一个还不错的稳定的平行往前走。好，我们再往下翻就会知道后面可能会发展的。但目前你们两个的这个稳定的平行还可以啦，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还可以啦，至少它没有岔开。它没有岔开，可是可能目前看起来需要有一个事件点来做，有人要做一个转弯。好，来，我来看一下，我们来探索一下最内在心情的东西。又是宝剑。哎，你们的那个生命的注意力啊，各种都已经转移到别的生活的生存的能力上面，我觉得你甚至把很多水能量或是情感都放在朋友身上比较多了。我觉得没有不好，我觉得我没有不好，我觉得不期待，反而才真的走向了你需要的路径。因为我常常觉得，如果你很追求某些东西，表示你不懂你在追求什么，所以你要去那个方向之后，你才能够找到答案。但如果以现在这种不期待的状态，反而你比较知道爱情对你来讲是什么，你比较知道现在你有没有那么需要爱情，或是爱情对你的影响力，或是爱情出现的时候对你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是否能动摇，是否不能动摇，你其实心在心知的，还蛮清晰的。好，很少会5张基础牌都是就图啊，宝剑能量。我必须说，你们不一定是完全处在一个理智状态，但至少处在一种向往安定、平稳生活的状态。
甚至留给爱情的空间，我也觉得没留很多，但是留给爱情进来的入口却很大。该怎么说？就进来之后能够影响你的成分也很大，但是目前在你的完整的生活比例上，爱情觉得 OK，有了再说，有了再说的讯号比较强。好，我们来看对这个宝剑五再多做诠释哈，来翻看看。好。有挖出一些你们内在对于爱情世界的。好，总之这边有一个讯号说，不要被长期以来对爱情的不安，或是以前的事情对爱情的不安来打消了你对于爱情原本幸福渴望的渴望。而且这边有说，你们曾经有在爱情享受过幸福，那个感觉不要让它就这样逐渐的从内在消失。即使你放的空间跟位置很小，可是它那个讯号不要让它完全淡掉。好，因为他这边有一点在讲说，当新的爱情进来的时候，如果你几乎快忘记以前那个美好的感觉的时候，你会有一点不适应新的感情来，或是会有一点判断错误。所谓的判断错误，就是说有点类似爱情的，你就会认为是爱情，而不是好的爱情，会这样子哈。这边有一些小担忧在你的心底下，再做一个小小提醒。然后钱币七加月亮牌。它有在强化你内心对于爱情的一种不信任跟不安感了，可能是以前的事情让你觉得爱情非常难掌握，非常难确定它的未来性。那这边牌面上是同意你的，没错，爱情是这样没有错，但是他希望你不要被这个负的思维，让你曾经有在爱情里面享受过的那一个美好被冲淡掉了。他应该要独立的各自独立的存在着。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对爱情以前的经验，跟你现在没有爱情所带来的不安跟未知感的迷惘，或是茫然，或是不需要的感觉，都像偏于是负面的。但是不要因此而渐渐的，好像不太能回忆起以前恋爱的时候的美好的地方。人类很奇怪哈，我们很容易人性很奇怪，不要讲人，我们很容易就把好的事情淡掉忘记，因为感觉好像好的事情容易创造，容易出现，快乐好像很简单，结果痛苦的事情一出现之后就记了很久，然后让它去侵蚀好快乐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主动去创造悲伤的东西，所以悲伤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就非常像是一种很深的伤痕或什么留在我们心底。可是其实快乐也是同样的东西啊，它是你主动花了很多力气去创造的快乐，所以更不需要忘记。而今天这一点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如果你处在一种把爱情、希望或什么爆炸放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觉得有或没有，当然也好，但是他希望你让它精致化起来，去记得所有的美好，把那个空间留给记得所有的美好，因为那些都是你努力创造出来的，你主动的，对方主动的美好。好，没办法，因为圣杯10带来的那个光辉，我觉得它强过了前面很多的阴暗面。所以我把这个部分强化起来，需要给你一些提醒。然后这里也比较像是说，这一股幸福能量要让它燃起来，它会影响你的个人魅力，它会影响你的桃花，会影响你对于爱情渴望的绽放。那个讯息会流出去，会出现。那你跟这个人相遇的那个转折点，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被你遇到。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子啦。你可以听看看哈。总之，尽量回忆起快乐的时光很重要哈。来，我们再往下翻。好，来，好来哈。又是宝剑10。但这一组还是要让我把宝剑全部都翻出来吗？来哈，一样也是土能量的隐士牌。好，那这边哈隐士牌在讲说，你现在内心的某种你想追求的某种价值，其实是不清晰的哦。他这边说不清晰哦。
为什么我觉得它不行？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它出现的位置非常茫然。隐士牌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让我发现它非常茫然，茫然的告诉我，你现在的生活的稳定跟安定，缺少爱情，或是觉得爱情可有可无的这个态度，其实是你对于自己在于爱情世界里面，自己应该成为什么角色，待在什么位置，怎么样看待爱情，怎么样交往下一个人，这件事情是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从这个逻辑推想是这样。但是这张牌出现的是，他希望你回想因为这里的回想讯号已经出来了，他希望你回想你以前在爱情里面的时候，你爱上一个人或者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的自己，你其实也是很爱自己的。他希望你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你怎么爱自己，然后这份爱你可以留着，然后你现在也可以用那一份爱来爱自己，然后你内在的能量就会改，就会有点变。然后你会慢慢的想回来，你对爱情的渴望的价值观跟那个样子是什么？他这里要的这个主动性是说，他有一点点希望能够唤醒你，或是在你的内在扩大更多的爱情的能量，不是爱的能量，是对于爱情的渴望的能量。他希望你能够更渴望这件事情，然后把对爱情的意志再加强回来，因为很多的能量的连接是要靠你的意志的强弱去散发出去的。因为现在我看到的是你跟他这个跟他平行的人中间没有任何联系，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对于爱情的渴望或什么放到最低线，那一条最细的线似乎有连到，但是也没看得很清楚。那现在是好。我觉得情况还不错，两个人是处于平行的，距离不知道，但是至少如果认真的看着另外一个方向，是看得到对方的。只是他现在有点在提醒说，如果爱情的能量再更好，你对爱情的渴望再加强之后，似乎对方也能够回头看到你的存在，那一个联系就会变得强烈，那可能就不会平行了，可能就会有一些角度的偏移，最后你们会出现一个交集点。这里在讲这个，然后你甚至你现在的心灵状态。对爱情的渴望方面都处于一种休眠状态，他希望你把他叫醒了该叫醒了一下强烈的去渴望一下自己爱情的能量，渴望一下，相信一下自己新的爱情就将要来临。然后金币皇后这边也有突破一些水能量，开始有一些流入出来了。他希望你站在的土地上，你生活土地上，不是只是为了安全而站在那里，而是希望你所站在土地上是一种有滋养、有滋润，能够滋养出新的桃花、滋养出新的魅力的一个位置。钱币皇后在这边提醒这件事，所以这3张牌其实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也许前面你所追求的安定跟安稳，让你现在的生活很舒服，然后你对爱情可能觉得放到最小就好了，没有也没关系，因为已经没有很久了，或是从上一次的恋情有一些挫败感或什么，你就不想再感受到。可是这里这3张牌有点在提醒说，拜托不要回避它，培养起来，让那个爱情能量恢复到你以前爱人的那一个能量，让它绽放出来，让你的人也恢复到那一种有桃花的魅力。然后看看能不能让这一个能量跟对方也连接起来之后，让你们的交集点的角度大一点，然后交集的速度快一点，不要一直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他这里在强调的是说，你个人对爱情的意志的渴望也很重要哦。它不只是带来你的那个企图心，它也会带来你内在的一种桃花能量。我觉得它是那个能量的爆发，能量的累积，会让你整个人看得变好看。让你整个人看得变得更吸引人，因为你如果连这方面你都放弃放到最小，那本身你的魅力各方面，除了自己的个人独立性的魅力之外，可能那只会变成是一种崇拜跟欣赏你的人的作为，或是你事业上的成功，或是事业上的表现。但是对于爱情的想象的连结就会变得比较少，所以他希望你这个部分对爱情的渴望还是要留在心底，要时常的在眼神散发出来，才能够跟其他人、跟这一个人有在不错的距离的时候能看到对方。这里讲的是这个。来，我们再往下翻3张来，好，这边有牌面有偷偷说了一件事，就是说，你们2个也差不多快到了要看到彼此的路径了啦。可是他要小心的就是说，可是你现在各方面的注意力还是在自己的身上，有可能你们2个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错过那
他有说，当你们两个交集点最接近的时候，会有一种未知的情况，会让你们可能不小心错过，或是没有发现彼此的存在了。所以前面才会有在提醒说，你原本的那个爱情能量要把它唤醒。好，因为有可能就在对方回头的那一刻看到你，好，会有一些新的邂逅或新的交流。它甚至也有可能是你这个爱情能量跟渴望绽放出来的时候，会影响你的周遭的朋友，让你们出现了一个新的媒介来去让你们两个介绍认识。今天这一题选到3号牌的题目，它有一个重点在于你的爱情能量的渴望是否足够于影响你周遭的环境。哦，你必须要再亮起来。好，要亮起来。你看，连权杖皇后这边都也一起出现了。他在这个位置是在想说，其实你能达到那一个位置，什么位置？得到爱情的那个位置。好，你内心有一个火能量在推着你，你可以去。好，其实有，他这边说有，但是你用了吗？你拿出来了吗？你忽视它了吗？还是真的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小的位置？刚前面说的，他说你如果把这个能量拿起来，对爱情渴望的能量、新的生命力的追求拿起来之后，你会造出了那一条往他那边去跟他见面的那一条路。好，虽然这一条路还是有很多的缺点，就是不安、不确定，不知道这样子去有什么，没关系。他都认为说这一条路只要你肯走，会有很多善意，会有很多善事会出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当你有渴望爱情的讯号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人会帮你，好，能量也会开始连接，甚至会影响到对方的能量之后，其实我一直在重复讲这件事，就是你这里亮起来之后，对方会比较容易看到你。现在就是不亮，即使在附近也会错过。好，现在这个讯号，我觉得在这边为什么讲那么快？因为我觉得它这一组讯号其实设得非常非常单纯，一直在重复某些语言。好，然后每当皇后牌出现的时候，都在强调一件事情：是你内在的那一个水能量融合了土啊，融合了风的那一个水能量、温的水能量，被放在那里没有用了，记得要把它唤醒。好，然后当然，未知的事情很多，这边讲很多未知的事情，可是你这一条路要带着什么样的能量往前走，你要赶快决定下来。那这边提示的是要带着那一份对于爱情的渴望的能量往前走，就不太容易错过这一个人出现在你眼前，因为你的眼神会换，你的眼神寻找的能量也不同。哦，然后权杖3说那个路已经快要开启了，什么路？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在你们平行之后，是否会有一些事件，然后让你们两个都换一些角度，然后开始有交集？他的意思说，那一个转弯点，那个角度变换的时机点，似乎就在前头快到了，你已经往前快要到了。但是他有一个讯号是说，如果你没有决定自己有那么渴望爱情，或是你的渴望爱情能量不够浓厚的话，到了那个转折点的时候，你甚至不会转弯，你还是会笔直的往前走，因为你感受不到那一个转弯的契机点，那个路径的门是靠你的对爱情的期待、幸福的期待是否是重新回来而打开的。好，不过我讲到这里，我必须还要再说一件事情。虽然后面这么多的提醒，但它不是强制你要这样子做，它还是属于2种选择的2选1。你可以原来选到这个平稳的，然后爱情有或没有关系，出来了也不错，不需要强调去渴望爱情，可以。但是如果你突然被唤醒，需要渴望爱情的时候，那你就可能要更加的强化一下这个意念。这边有，因为主要是因为圣杯10在里面提示了你内在里面一个非常深的深渊里的深海里的某种声音在告诉你，可是你现在可能听不到，在告诉你说，其实有些幸福你快忘记了，请不要忘记。它底下有这个声音出来，所以我才会知道说，原来你有能力，或是你有最些微、最低线的对爱情的渴望在你心底，可是被忽略了，或是被朦胧了，然后让你误会，觉得可有可无，有这个讯号哦。但你还是可以把它选择刚刚前面的平稳的就好了，有就有，没有没关系，也可以。2选1，只是要告诉你，你现在其实有2种能量在走，你看你要选哪一种能量的走法。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连结。换别的牌翻哈。像这个。
好，好，这张牌放在这里。好，然后，其实我看到你们的比较未来的东西啦，你们中间确实会有一件小小的事件让你们两个相遇，而那个事件会是你们的朋友或是你的朋友会创造出来的。那这个算是工作方面的，然后你们会在那一个新的工作领域会邂逅到，只是他这个邂逅，他把它放在一种新兴的能量，这个是在说什么？他在说，他不一定会直接出现在你身边，他需要你去寻找。他需要你去渴望，他需要你有一种许愿的能量让他出现，他才会在这一份的连结之中凸显出来，你才会看到他，他才会看到你。这个符合了前面的你内心的渴望有没有存在？有存在，这个心愿就会呈现在你面前。如果没有能量不够，即使在一个工作上场合你们遇到了、谈天了、有互动了，但也不会感觉到那个爱情能量哦。那5号。好到圣杯6，其实这里也是啦，他这边有一点在讲说，其实你们两个应该要认识的，因为你们两个其实有一种很棒的熟悉感，很像老朋友的熟悉感，你们两个其实是可以能够互相很熟悉的。那不过这边也映射了一件事情，他现在的能量跟你差不多，处于一种生活平稳安定就好了，然后爱情可有可无的状态，有也不错的状态，他其实也是，所以你要看到他其实也是有点难哦，因为他也处在这个状态，两个人能量，就是说两个人现在在寻找爱情，只用一个小小的手电筒在找而已，不是一种大照明或是天上大太阳的方式来找到对方，都是一个小小的手电筒在找对方，所以就是说这个能量都不够，即使就在附近里面不一定能找到对方。好，现在两个能量都是这样子，不过通常我都会说，当你这边的意念比较强了，你开始渴望了，然后他跟你有联系，他那边也会因为在空中的意识被影响到，他突然有点小开窍，说我怎么会突然开始希望找到一个人，找到一个伴，他的能量也会开始起来。好，如果你两个是有联动的话，你开始启动了，他也会被开始启动，所以你们在未来比较接近的情况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看到彼此。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不错的是，当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相遇的时候，你们能够达到一种内心的平静，是前所未有的。你们以为在爱情里会非常激动，可是没想到遇到的时候，平常你们内在会找到一种平静，而这种平静是一种非常平衡的状态，它会有一种非常安静的状态。很奇怪的是，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会有一种超越了你们刚前面的生活的平稳所追求的那个安定感，它增加了你们内心的某一种安静。它不是处于两人世界安静，它是有一种你第一次感受到世界能怎么极静的那一种状态。这是你们两个深刻相遇、有谈到、有认识比较深的时候才会创造出来的，不是初期，它还是要再有比较熟识、有开始进入可能快接近交往状态前，会遇到这一个瞬间，然后它才能够开启你们可能想说，让我们来交往看看的那一个大门。但是你们两个确实相处之后会找到这一件事情，然后他这个平静、这个宁静，会让你们两个非常依赖或是渴望再去见到彼此，因为你们也要摸索那个平静跟那个宁静是什么。其实那个就是你们两个之间一直在追求风啊、土能量的那个安定跟安稳的最高级，其实是，然后要用女祭司牌来诠释，然后等到这个讯号出来之后，我们两个关系就会开始有所进阶，就跟我刚刚讲的，他就会进入可能两个有共识的交往状态，然后慢慢会变成确定关系去。因为这个宁静出来之后，命运之轮的能量就开始滚动了，好，他就会开始趋向于往那里走去。好，来，所以3号牌的朋友，其实这一题蛮简单的哈，我帮你做一个小总结，就是你们两个其实是在平行的路上走，一直在等待一些意念上来改变你们的路径，要
对爱情的渴望开始有非常浓厚的时候，他才会开始比较偏向，然后才会可能比较交集。那由于你们两个的能量很相似，所以当有一个人开始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两个人就一起，它是一个近射的方式。好，当然你们现在的状态也不错，是可以这样比着一直走，不知道走到哪一天才会相遇也可以，但是你们个人的状态也会是不错，就看你意念的选择要到哪里。只是后来告诉你说，你们所追求的这个独立性、个人的那个稳定，在后来在相遇的时候会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会有一个新的转换，就看你有没有渴望要让彼此相遇而已。好，但是没有说一定要进阶，也没有说这个进阶是势在必行的。现在已经很好了，主要就还是看你对于内在对于爱情的渴望是否有想要主动性的增加，或是安于现状也 OK， 这是两种选择。好，没有什么一定要的，只是第二种选项的契机点是，因为你们内心最深层的那一个圣杯十正在呼喊，这边翻出来了，所以我告诉你，这个能量是可以慢慢的变大的，成为你们相遇的能量，也成为你恢复你原本对爱情的期待，以前所经历的爱情的美好，它会慢慢恢复起来的，好吗？还是要靠你的意志去决定你要不要，好吗？好，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第3号牌比较简单，也比较快哈，对我讲的比较快。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和听懂，给你一些未来的方向感。就这样哦，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